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得名师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我是沙爷。很多人以为岳飞是死在秦桧一句莫须有，可秦桧再狠，他也只是个宰相而已。一个宰相真能凭一句含糊不清的罪名，就能杀掉南宋最能打的前线大将吗？如果背后没有更高层的授意，这把刀真的落得下去吗？岳飞要北伐，要恢复中原，为的是赢回二圣。可二圣如果真的回来了，赵构这个皇帝又该如何自处？南宋初年，朝廷需要岳飞这样的人来凝聚人心，撼三义，撼岳家军难。听在惊人耳里，那是一种害怕；可赵构听起来，会不会是一种警讯？如果金人都撼动不了岳家军，那皇帝还能放心岳飞吗？要理解宋朝为什么那么怕武将，就得先从宋朝开国一个尴尬的记忆开始。宋史兵志说，太祖启隆行，有天下，收四方禁兵，列引京畿，以备数位，分藩屯戍，以汉边隅。赵匡胤太清楚五代的皇帝为什么都会坐不稳，就是因为将帅一旦握有重兵，朝廷就有可能换主人。所以宋朝开国以后，第一件大事不是让武将更自由，而是想办法让武将再也不能重演黄袍加身，也就有了大家熟悉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。宋史兵志还有一段关于兵权的描述：抚慰变而招募，因循姑息。至于藩镇盛而唐以亡，更历五代，乱亡相种，唯有不由于兵者。唐亡于藩镇，五代乱于兵权，所以宋朝可以让你带兵，但不能让你养成自己的军队；宋朝也可以让你立功，但功劳不能让你和朝廷讨价还价。宋朝还把军权拆开，《宋史兵志》说它的制度是内外相违，上下相制，截然而不可犯。这就是内外牵制，上下制衡，谁也不能抓住整套的军事机器。带兵的人不一定能发兵，发兵的人也不一定能亲自带兵，能调兵的人也不一定能让士兵熟悉自己。这绝对不是军队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，却是对国家最安全的防御机制。对赵家皇帝来说，军队打输固然可怕，可军队一旦太听某个将军的话，赵家最担心的危险也会随之出现。可是北宋灭亡，赵构南渡，原来的军事秩序就已经不存在了，朝廷要续命，还得依靠能打仗的人。宋史兵志说，建言南渡，收溃卒，招群盗以开元帅府。起初兵不满万，用章邯、刘越为将，而军声以振。军队一开始不到万人，朝廷只能重用韩世忠、岳飞这些将领，重新把地方武装编制成能打仗的军队。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岳家军才有机会出场。这里要精准的讲，岳家军不是法律上的私人军队，他的名义军令粮饷仍然是属于宋朝国家体制。可是战场上的人心不是只看名义，训练士兵的是岳飞，执行赏罚的也是岳飞，带领军队出生入死的还是岳飞。上海师大余英国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时，题目就叫做《大宋的军队必须信造》。文中提到，南宋初年，诸大将扩军做大，各军常以统兵大将姓氏相称，如韩家军、岳家军。在制度上，他姓赵，但在人心里，他姓岳，也因此埋下了岳飞后来被皇权猜忌的一颗未爆弹。岳飞之所以让朝廷不放心，不只是因为他很会打仗而已。《宋史·岳飞传》说他少负气节，沉厚寡言，家贫力学，有号《左氏春秋》孙吴兵法。这说明岳飞不是个单凭血气的武夫，同时他治军也非常严谨。史书写：卒有取名马一旅，以数除者，立斩以寻。卒夜宿，民开门悦纳，无敢入者。士兵拿百姓一旅马来绑草，就立刻斩首示众。夜里入宿，百姓愿意开门接纳士兵，也没有人敢进去。这种纪律在乱世里很难得，因为它会让百姓相信这支军队不是另一群披甲的盗匪。岳飞除了严格，还能让部下臣服。宋史写：凡有班靠，均给军力，秋毫不失。赏赐下来，不藏私，不偏分。又且他用兵欲有所举，尽招诸统至与谋，谋定而后战，故有胜无败。所以岳家军的可怕，不只是勇，而且还很稳；不只是能打，而且还很有纪律、有谋略、有公平的赏罚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宋史岳飞传才会记下敌人的话：“故敌为之语曰：‘汉三邑，汉岳家军难。’”这句话原本是敌人对岳家军的敬畏，可是站在赵构的位置，他也可能变成另一种提醒。很多人对岳母的印象是在岳飞的背上刺下精忠报国，可是《宋史·岳飞传》里明确的记载另一个画面：岳飞下狱时，何助审问他，岳飞列场事备，史书写非列场以备事助，有尽忠报国四大字，深入肤里。也就是说，正史里出现的是尽忠报国，不是精忠报国。是以岳母刺字的完整故事，是出自小说、戏曲、评书一路塑造出来的文化记忆，而非正史。可是最讽刺的地方，也就在这个地方，不管是尽忠还是精忠，忠这个字都没人替岳飞换来活命的机会。因为面对皇权，一位忠臣未必能活，尤其是当这个忠臣有兵权、有功劳、有名望，他越忠反而越危险。一位野心外露的将领容易被进对，而一位被天下公认的忠臣，又被士兵和百姓相信的将领，才最让皇权尴尬。你说他反，他没有反；你放他打，他可能真的打出一个皇帝不愿意面对的结果，而这个结果就是赢回2胜。岳飞北伐不只是军事行动，他背后还牵动靖康之后南宋最敏感的民愤问题。北宋灭亡以后，岳飞身为人臣，要恢复中原，赢回2胜，于情于理都没得挑剔。可是从赵构的角度来看，这赢2胜的口号就很可怕，因为2胜如果真的回来了，请问赵构将如何自处？皇位谁来做？民愤怎么安排？权力又如何分配？岳飞越往北打，这个问题就越不能装作不存在。所以他逼近的不只是惊人的防线，也踩在赵构最不想面对的那条红线。更关键的是，岳飞自己也判断北伐的机会已到，《宋史·岳飞传》清楚地记下了他的奏言：今人锐气取上，劲气之重，急轴渡河，豪杰相锋，士卒用命，时不再来，机难亲师。岳飞觉得金人的锐气已经受到了重挫，豪杰也愿意响应，而士卒更是士气高昂，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不能错过。可是这句话听在赵构耳里，不只是军情报告，因为这个判断如果是对的，那南宋就不能永远躲在时机未到的防火墙后面。我觉得赵构怕的未必是岳飞会造反，反而可能是担心岳飞一直打下去，会把整个南宋的国策打到不得不改。组合派一直在说延续朝廷，保住江南，可岳飞的存在却一直在提醒所有人，金人没有想象中的强，是朝廷不想再打。这句话如果被岳飞证明了，那皇帝就会很难堪。战败可以怪敌人，财政可以怪时局，可如果前线一直传来捷报，皇帝还要喊停，那道义上的压力就会落到皇帝身上。后来岳飞下狱，大家最直接联想到的就是莫须有。《宋史·岳飞传》记载：“飞作戏2月，无可证者。”这句话其实比莫须有更冷。关了2个月，没有能定罪的证据。后来韩世忠质问秦桧，秦桧只是回答：“妃子云与张宪，书虽不明，其事题莫须有。”韩世忠反问：“莫须有3字，何以服天下？”更狠的是，《宋史·岳飞传》后面还记一句：“岁暮欲不成，快手书小子赴狱，即报妃时。”案子没有办成，秦桧手书小子交到狱中，随即报来岳飞的死讯。秦桧当然有责任，可像岳飞这样的前线大将，没有皇权的莫属，我就问谁能把他处死？更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宋史》兵志在谈论南宋军事时局时，还有一句很冷的话，即秦桧主和议，士气遂举。从这句话就能知道当时的朝廷氛围。当和议成为既定的国策，最能打的人反而是一种阻碍。甚至从今年的反应也能看得出岳飞之死的重量。《宋史·岳飞传》说：“今人所畏服者为非，以致不呼之。诸囚闻其死，浊酒相贺。”能让金人得知死讯后如释重负的人，却被自己的朝廷除掉，这就是岳飞悲剧里最刺眼的反差。所以岳飞被杀，不只是忠臣被奸臣害死这么简单。秦桧当然有责任，可是秦桧只是个宰相而已。根本的问题是，宋朝自开国以来就很怕武将做大。南宋初年，又偏偏不得不依靠岳飞为赵家续命。等到组合路线成为国策，岳飞这个战场上的资产，随即变成一种政治上的风险。最后再小小补充一笔，《满江红》是不是岳飞亲自写下的作品？
其实学界一直都有争议，持否定态度的学者，像于嘉琪就认为他的来历可疑。夏承焘在宋元文献里也找不到这首词的踪迹。不过我们今天的导读不是要做考证，而是着重在这首词如何在后世承载岳飞的形象。就算真伪有争议，这首词在文化记忆里早已和岳飞的北望国耻愤恨绑在一起。所以《满江红》里的那股怒气，就不只是战场上的怒，也不是单纯对金人的恨，它更像是一个人被历史推到最前面，最后却被自己的朝廷从背后捅一刀的冤。岳飞没有造反，但他太接近宋朝制度里最害怕的那种人。岳飞没有夺权，但他的胜利可能会把赵构推向他不愿意走的那条路，这才是岳飞被推向死局的必然。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《满江红》。值得金牌催马急，回首荆棘冷似霜。出现城外军声飞，制造数索北方。堂堂汉呀，两小将家与可谁负中原？忠心主将谁将敌赴过奸臣逐一河？浴火无声吞剑气，莫须有自裂胸膛。青山有心埋忠骨，白天无辜注定伤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潇潇雨歇。抬望远扬天，长啸壮怀激烈。30功名尘与土，破千里路迎和月。莫等闲败了少年，头空悲切。靖康只有为血，臣子恨何时灭？恰长驱踏破贺兰山缺，创之激丧，忽如荣笑，他可英雄怒血。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潮。